朋友们，今天讲的这条视频很有意思，原视频超过1小时，今天我来翻译及精简出来。表面上看是一个很有流量感的对比，一边是大几十万欧元，甚至接近60万欧元及480万人民币的法拉利纯血版，另一边是只有8万欧元左右的小米 YU7， 国内卖30万左右。一个代表意大利传统性能豪车，一个代表中国新能源新势力。视频里两位主持人嘴上说的很狠，甚至多次直接讲一句话：小米这台车外观就是抄法拉利的。但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是他们骂的有多狠，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是他们一边说小米像抄袭，一边又不得不承认这台车做的真的不错。而评论区更直接，几乎一边倒的站在小米这边。所以今天我们不只是复盘这个视频讲了什么，我更想讲清楚3件事。第一，这个视频表面是在比2台车，实际上是在比2个时代。第二，它最刺痛欧洲汽车工业的不是被模仿这件事，而是一个原本不被当回事的零造车经验的对手，现在已经能跟你放在同一个擂台上比武了。第三，评论区为什么会清一色偏向小米？这背后反映的不只是简单的民族情绪，而是消费者评判标准已经变了。那么这个视频到底在拍些什么？视频的设定很简单，也很会抓眼球。主持人直接把一台昂贵的法拉利纯血版和一台相对平价的小米 YU7 摆在一起，做一个正面对决。请来的嘉宾是专门做中国车进口销售的人，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单纯站在欧洲豪车立场的片子，他故意把支持中国车的人也拉进来，让冲突更加明显。一开场，火药味就已经出来了。他们站在车前面，先看的不是参数，不是动力，也不是品牌故事，而是最直观的外观。最后一句话就错出来了，这车一眼看上去太像法拉利了。而且他们不只是说像，他们反复在讲，后面像阿斯顿马丁，前面又像保时捷和迈凯伦，整体轮廓又能看出法拉利纯血版的影子。潜台词很明显，他们给小米扣的帽子不只是借鉴，而是把欧洲几家豪华性能车的设计语言揉在了一起。这个指控在视频里讲了又讲，其实主持人一直在不断重复，甚至主持人中间还直接问：为什么这种车在欧洲都能卖？为什么法拉利不去告小米去维权？你们注意这个问题就知道，这期视频的第一层戏剧冲突根本不是小米到底做得好不好，而是这么像怎么还能堂而皇之的进欧洲市场？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因为他们越往后拍，就越发现事情没法只停留在它像谁。如果这台车只是像，但做工烂、用料烂、体验烂，那这个视频很简单，结论就是一个便宜仿品。可偏偏他们摸了一圈以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视频最扎心的一段，不是说抄袭，而是不得不承认这车真不差。这个视频最关键的转折点其实来得很早，他们最开始是带着一种挑刺心态去看的，甚至身边的人先入为主的认为，这种8万欧元的中国车做成这个样子，大概率就是看着像，摸着胯，妥妥的塑料质感。结果上手之后，第一反应却是另一套话。他们说，这个车的内饰和做工已经很像一台20万欧元级别的德系豪华车。大家注意啊，他说的是20万欧元，也就是160万人民币，而这个车在中国卖30万左右。所以他说很像20万欧元级别的德系豪华车，这句话很重，因为他不是在夸一个便宜车还不错，他是在承认这台中国车已经跨过了过去西方消费者对中国制造最根深蒂固的偏见。Das ist unfassbar. Das ist wie ein 200.000 Euro ausgestattetes deutsches Auto. 过去大家一提中国车，很容易联想到几个词：便宜、配置高，但细节差、塑料质感，一开就坏。可这期视频里，哪怕对小米最不客气的人，也没法继续顺着这条逻辑往下骂。他们看到的是什么？是拼缝不差，是按压很多地方不会松松垮垮，是整体质感没有那种廉价模仿品的味道。甚至他们自己都承认，这台车最让人难受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一个笑话。这就是视频最扎心的点，因为一旦它不是笑话，那么像不像法拉利这件事，讨论方向就会瞬间变掉。
也就是从道德批判变成产业警报。也就是说，欧洲车企忽然发现，中国品牌不只是会做一个像样子的东西，它已经能用远低于你的价格，把原本只有你才配拥有的高级感打到大多数消费者面前。支持者甚至承认，小米 YU7 不是以前像什么起亚啊、马自达啊或丰田那种车，而是完全另一个水平的车。这场对比，明面上比设计，暗地里比的是谁定义豪华。视频里设置了很多评分项目，比如说外观设计、外部做工、内饰设计、内饰质量、车机和电子系统、情绪价值、炫酷程度、辅助驾驶、性价比等等。看上去像娱乐节目，实际上挺能说明问题。因为法拉利真正能稳稳拿住的主要是3类东西。第一类是品牌情绪，比如情怀呀，比如声浪呀，比如12缸发动机呀，比如这是法拉利这4个字天然带来的身份感。第二类是手工感和传统豪华叙事，例如真皮、真碳纤维、特殊开门方式、意大利跑车的仪式感。第三类是传统性能的酷，也就是你开出去，别人天然知道这是一台法拉利，这种品牌符号本身就值钱。但一旦进入另外几项，小米的优势就非常明显了。比如车机，视频里对这点几乎没有悬念，主持人自己就承认，法拉利这套交互逻辑很老、很绕、很分散，触控做得也不顺手。而小米这边完全是另一套思路，大屏、流畅，像手机一样交互，极强的显示效果，夸张的 HUD 抬头显示，更多电动化和智能化配置。主持人甚至直接说了一句特别扎心的话，他说法拉利这套像欧洲2020年，小米这套像2040年。这话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在消费者越来越看重数字体验、交互效率、屏幕逻辑和智能辅助的时代，传统豪车那套我有品牌就够了的思路开始显得老了。你可以说法拉利有灵魂，但大多数消费者会回问你一句，灵魂很好，可我每天摸到的是车门、屏幕、座椅、导航和摄像头啊。这就是这场对比真正残酷的地方。它不是说小米已经全面超越法拉利，它是在告诉你，豪华的定义权正在从发动机、徽标和稀缺性往体验、科技和价格效率转移。为什么主持人越讲越别扭？这条视频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主持人的心理变化几乎是摆在台面上的。前半段他明显是想守住欧洲豪车的面子，虽然他是德国人，但车是意大利车。还有光从长相，他并非纯血德国人，从名字看更像是土3代，也就是土耳其第3代人在德国。所以他不断强调，他像法拉利，他像阿斯顿马丁，他是视觉上的赛车。这是在试图给观众建立一个判断框架，你们不要被他的性价比骗了，他本质上只是一个模仿者。但越排到后面，这个框架就越难维持，因为他自己也看到了，小米不只是只有个壳，它在内饰布局、乘坐空间、智能化、辅助驾驶和性价比上都表现得太完整、太优秀了。于是你们会发现，主持人后面能稳住法拉利面子的办法只剩2招，一招叫情绪价值，也就是不断强调12缸、声浪、品牌历史、开法拉利时那种心理感受；另一招叫 coolness， 也就是酷。简单说，就是法拉利天生更有排面。可问题在于，这2项确实是法拉利的强项，但也是最容易被评论区遭嫌弃的地方。因为很多观众会觉得这种分法有点像给600万档的选手塞了2道送分题，你拿一个60万级别的带顶级品牌光环的豪车去比情绪和酷，那他当然占便宜。可一旦回到多数人真正会用到的维度，比如坐进去舒不舒服、车机顺不顺、辅助驾驶强不强、配置值不值、花8万欧元能买到什么，小米就显得非常危险了。这也是为什么主持人越讲越像在替欧洲汽车工业找台阶，因为他很清楚，今天视频里摆着的不是一台有点像法拉利的中国车，摆着的是一个更可怕的信号。
你以前靠品牌和机械壁垒守住的高地，现在被别人用另一套逻辑绕过去了。这条视频真正的大意是小米赢了法拉利，是欧洲旧势力正在失灵。如果你们只看表面，会以为这条片子的核心是8万欧元的小米到底能不能挑战60万欧元的法拉利，但其实不是。这条片子真正的大意是欧洲汽车工业过去最有效的那套叙事，现在越来越难单独成立了。过去欧洲车企最强的武器是什么？是设计、品牌、机械、工艺和历史。这些东西当然还重要，所以法拉利在情绪价值和品牌牌面上依然能压住场。可问题是，今天消费者越来越在意的是另一组词：智能化、座舱体验、辅助驾驶、空间舒适性、性价比、日常使用效率。而这组词恰恰是中国新势力最会打的。所以视频最后会落到一个非常沉重的结论上。主持人自己都说，如果欧洲，尤其是德国汽车工业还拿不出真正能打的产品，还在按老逻辑做车，那接下来会很危险。他甚至直接讲，现在不是还差5分钟才到12点，而是已经12点过5分钟了。这句话其实比什么抄袭争议都重要，因为它说明连站在欧洲汽车文化一边的人都已经意识到，问题不是情绪，而是现实。现实就是中国车不再只是便宜，中国车开始同时拥有设计感、完成度、电子体验和价格压制力。一旦这几样东西放在一起，老牌豪车当然还能卖情怀，但整个欧洲中高端汽车体系就会越来越难受。所以怎么总结这条视频？我会用一句话概括：这不是一条法拉利大战小米的娱乐视频，这是一条欧洲汽车人一边嘲笑中国车像抄袭，一边又不得不承认它真的已经做起来了的焦虑视频。它的戏剧性就在于嘴上骂，身体却很诚实。他们越想把小米定义成便宜仿品，越会被实际体验拉回现实。而评论区之所以几乎一边倒，不是因为所有人都迷信中国品牌，而是因为德国多数人、欧洲多数人已经本能地感觉到汽车工业的评判标准正在发生变化。过去那套贵、老、稀有、声浪大就天然高贵的逻辑还没有死，但它已经不够了。以后谁能赢，不只是看你有没有历史，还要看你能不能把技术、体验和价格组合成一个更让人无法拒绝的答案。从这个角度看，小米真正让欧洲难受的不是它长得像法拉利，而是它让越来越多普通观众开始问一句话：如果8万欧元已经能做到这样，那你们那些贵得多的欧洲车到底还贵在哪里？这才是这条视频最锋利的地方。好的，刚才总结视频就到这里，我们等一下直接看评论区。该视频观看量接近30万，评论超过1100条。咱们看第一条评论：还想方设法替法拉利洗白，这车要卖60万欧元，没啥好讨论的了。继续往下，测评里把情怀、炫酷感也算进去，等于给这台60万欧元的豪车白送加分项，那干脆也把能耗效率一起算进去好了。再往下，法拉利的设计本来就是抄袭马自达的，哈哈。下一则，反倒该由中国给我们德国提供发展援助，而不是我们援助他们。继续往下，欧洲汽车工业这下真的做好危机感，紧张起来了。再往下，一台50-60万欧元的豪车跟一台只有8万欧元的车同台比拼，还只能勉强打平，这对一众欧美车企来说已经够丢人了吧？不如再拿奔驰 GLC、宝马 X3 等同级别同价车位重新测一次。下一则，法拉利简直就是照着马自达 MX-30几乎1比1照搬的。继续往下，说实话，一台售价60万欧元的车，缝隙做工都不规整，就算标榜纯手工打造，也完全没法让人接受。再往下，要我说，最早发明车轮的人，该把所有车企都告了。下则，挺唏嘘的，
法拉利也就只有在那些无关紧要的项目上赢了几分，一眼就能看出西方汽车工业已经拉胯到了什么地步了。再往下，做工质感这一项必须输给小米。下一则，测评评驾乘情怀感内向时，我全程都在期待主持人直接直说，你坐小米里是什么感受？满眼惊艳，身高1.9米，坐后排空间还超大，整体体验特别舒服。那你坐法拉利后排又是什么感受？压抑到快抑郁，坐姿根本没法舒服放松。要是这么说，情怀感这一项100%毫无争议归小米。再往下，说中国未来几年才能赶超我们，这话根本不对，人家现在就已经大幅领先了。奥迪现在直接把自己的车标贴在中国车上，根本不是奥迪自产的，转手就卖4万欧元。继续往下，我觉得中国车企的设计和做工品质已经达到了极高水准，而德国车企在现代汽车工业浪潮中已经彻底掉队，跟不上节奏了。下一则，凭什么总纠责中国按模仿抄袭大肆批评？欧洲车企之间互相抄来抄去，还不是一样？哈哈哈。继续往下，视频非常有意思，很希望这位风趣的嘉宾多做一些中国汽车相关内容。必须坦然承认，中国制造已经成了新的德国制造，有种佩服中国取得的成就。说到底，我们消费者也能从中受益。再往下，如果只看车子本身，抛开品牌历史和情怀滤镜，赢家显然是小米汽车。下一则，我们就等着看哪家欧洲车企会照搬小米的抬头显示技术。继续往下，说白了，法拉利能得分，纯粹是我们欧洲人对这个品牌自带情怀光环罢了。再往下，事实就是中国车企一路高歌猛进，未来2-3年，欧洲必然被远远甩在身后。嘴上再吹我们做工精良、设计考究也没用。如今中国车企哪怕借鉴模仿，也懂得抓住核心痛点，还能通过材料工艺和自研技术不断优化升级。更不用提双方巨大的售价差别了。欧洲车企未来的前景一片暗淡。再往下，我们不光造车成本高，车企还想单车利润比以前更高，剔除通胀因素。对比一下如今高尔夫和早年的售价，再看看同期薪资涨幅就知道，剧透，涨幅完全不对等。下一则，还对德国车企抱有期待，实在有点天真。他们未来5年的路线早已板上钉钉，基本就是一路走到黑，撞南墙不回头的节奏。继续往下，能拿来和60万欧元的法拉利同台对比，足以说明中国车实力过硬。其实更合适的应该拿奥迪 Q7、奔驰 GLE 来对比，价位才对。继续往下，豪华品牌本质就是身份象征，就像 LV 包包根本不值1万欧元，实际成本只是零头，更何况小米这车在中国国内也就卖3到5万欧元。下一则，不只是小米一家厉害，我前不久试驾了极氪 7X， 这车售价刚超过5万欧元，它的做工、用料质感和性能表现远远胜过新款奥迪 A6 e-tron、Avant 和宝马 i5 旅行版，而且奥迪 A6 本身就已经落后宝马 i5 了。德系那2款车官方指导价都要7万多欧元，配置还很一般，而极氪几乎是满配落地。德国汽车工业完全睡过了整个技术变革浪潮，创新太少，定价太高，产品品质却配不上价格。再往下，车机娱乐还有个亮点被忽略了，把小米手机放在车载无线电充电板上，手机画面就能投屏到车机大屏，还能直接用大屏操控手机。下一则，就凭抬头显示屏那些可爱的动画小萌宠，我就想买这车了。继续往下，
奉劝所有钢筋淡定一点，我的宝马 iX3就是整车中国制造，却是我开过体验最好的一台宝马。再往下，这款中国车顶配满配折算下来也就约42000欧元。下一则，以前德国车企进入中国必须和本土车企成立合资公司，而且政策要求中方持股多数不低于51%，这是国家顶层设计，就是为了技术引进，扶持本土汽车产业，大量核心技术与行业经验就这样流入中国。如今中国车企早已实现技术独立自主。继续往下，作为年轻人，我实在接受不了法拉利的内饰。说白了，如果只是把车停在车库里当摆设也就算了，但小米 YU7 的使用体验完全不在一个层级。继续往下，这不叫抄袭哦，叫灵感借鉴。这位网友反讽调侃，他说：“哎呦，可真离谱！这中国车居然也有4个轮子。”继续往下，中国在很多领域其实早就已经赶超我们了。再往下，视频做得非常好，小米能做到如今这个水准，实在令人惊叹。下一则，这车在德国卖8万欧元，主要是上牌配额和进口成本拉高了价格。在中国本土，标准版3.1万欧元 ，Pro 版3.49万欧元，顶配 Max 版4.1万欧元。继续往下，迈巴赫和迈硕 S800来一场对比，肯定很有看点。如今在超豪华豪车领域，中国品牌也已经遥遥领先。唯一还能保住欧洲车企颜面的，只剩大排量燃油发动机了。一旦全面转型电动化，我们就彻底错失翻盘机会，大势已去。视频结尾那段总结说得太到位了。下一则，平民也能买到超跑级 SUV， 这点让人耳目一新。动辄几十万欧元的离谱定价，实在让人反感。继续往下，挺讽刺的，法拉利只在炫酷颜值、品牌形象这类表面项目上得分，真正关乎车子核心实力的硬指标上，完全不是小米的对手。看最后一条评论，主持人说的好像意大利车企从没抄袭过别人一样。好的，朋友们，把这些评论合起来看，你们会发现一个很清楚的趋势：评论区不是单纯在挺小米，评论区是在借这条视频集体表达对欧洲汽车工业傲慢、迟缓、价格脱离现实的一种不满。所以民意为什么几乎会一边倒？因为在多数普通观众心里，法拉利代表的不是梦想，而是一个太贵、太远、太难以共情的旧秩序。而小米代表的则是一个虽然你说它模仿，但它真的把高端体验打到普通人能够理解的价位的新秩序。Ich habe nicht viele Argumente, Herr Spiegel. Also ich muss, glaube ich, so auch als Fazit sagen, also das, was da aus China kommt, ist schon erschreckend, dass es jetzt dann doch so schnell geht, dass so schnell nochmal ein Sprung gekommen ist, dass man sagt, okay, der fühlt sich echt überall gut an. Ich glaube, das ist echt ein grundsolides Auto und wenn wir die Basis jetzt schon haben, frage ich mich, was die nächsten 5 bis 10 Jahre da noch kommt. Also der Ausblick ist erschreckend für die Automobilindustrie in Deutschland.